见啊，好久不见。哦，想你了，公子，你来啦。嬷嬷，最近婉儿姑娘来过吗？没有，上次陪孩子们看完皮影戏之后，就没再见过她。她能去哪儿呢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哦，没事。嬷嬷，如果婉儿姑娘有消息的话，记得一定要通知我。好，好。你们啊，一定要听嬷嬷的话啊！等过段时间，迅哥哥再来看你们。迅哥哥，婉儿姐姐什么时候来？我们想看她表演皮影。对呀，不行，我们也想看。好了好了，迅哥哥还有事，跟嬷嬷进去啊。对，跟嬷嬷进去吧。啊，走吧。迅哥哥，来来来，走了走了。去吧，好好听话啊。走吧。我们会想你的。殿下，你已等候多时，想必婉儿姑娘今天不会再来了。也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，为什么这么久还不来？只怕以后去了皇陵，之后也很难再回到这儿了。与婉儿姑娘这段缘分，难再续。要不属下帮您查查，看看是哪家的姑娘。你可别，就是因为不问出身，不问世家，才可以畅所欲言。知道的越多，顾虑就越多。若是有缘，终会再见的。也是，说不定婉儿姑娘也在某处思念着殿下。走吧。精灵王对你甚是挂心呢。可是他早已有了心上人。那是他求之不得之人，心中有，又有何意呀？唯有你，倒是能帮他改变一生的女子。四哥，多谢四哥留母亲一命。六弟知道，做这个决定不容易。四哥仁至义尽，六弟感激不尽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只希望母亲今后在皇陵的生活，能够过得安乐平静。那你，我还是有些不放心，所以想去皇陵多陪陪母亲，以尽孝道。何时回来？还不知道。毕竟母亲年迈，六弟怕，若这次再不抓住尽孝的机会，今后追悔莫及。六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你的孝心我理解，但是路远刚出，现在新政推行在即，四哥需要你。四哥，六弟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，这一切的起因，都是因为我。暂避朝堂，是好事。六弟，四哥，你给我些时间。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，六弟一定竭尽全力。可是现在，六弟还是想在皇陵多陪陪母亲，还望四哥见谅。好，四哥等你回来。四哥刚刚结束征战，有诸多劳累，也多保重身体。
一路小心。四哥保重。母妃，以后啊，您就住在仁寿阁。只要有儿子在，您什么都不用怕。而且，六弟他有空就会回来看您。我们三个还像小时候那样，天天都在一起。我会保护好母妃和六弟的。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，那样多好。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今日总算是明白了。太妃，不要再叫我太妃了，我已经被贬为庶人了。太妃，这盒安神香是中书令送给太妃的，希望太妃去到皇陵之后，能过得安稳一些。这盒安神香我收下了，回去告诉中书令，有些事情过去了，就不必再提了。小人明白，告退了。玉玉，母亲，殿下，轩儿，帮忙，母亲，我陪您去。轩儿，你能来，母亲已经很欣慰了。就送到这儿吧。母亲，母亲是戴罪之身，轩儿，不要受牵连了。母亲，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，您永远都是我的母亲。若轩儿今日不能尽孝，难以自处。轩儿，母亲，别怕，轩儿陪您。轩儿，母亲让你受
委屈了雪儿。雪儿早就想陪在您左右，如今有这个机会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我们走吧。走，出发。是。殿下，坐吧。殿下，回吧，该议事了。万族各有托，孤云独无依。殿下，您已是开恩了。开恩，只可惜已以何所备？参见彭城王。镇北将军沈廷章，每总容积，兵不血刃，贼徒瓦解，实朝堂之砥柱，大宋之干城也。如此趁节，朝之盛事，本王念其年岁已高，令其回朝，授武兵尚书一职。其长子沈直授护军将军，统领中军；次子沈丰，北境功勋卓著，授予安北将军，镇守北境。谢殿下，末将定不辱使命。如此一来，大宋的兵权几乎都在他沈家手中了。中书令，可有异议？殿下论功行赏，沈家父子功勋卓越，理应受此封赏。下官没有异议。殿下，只是当时徐子献一案，黎妃于刑场暴毙，沈氏一门告老还乡。虽其此次立下战功，但殿下封赏之前，是否还应给天下一个交代，以免引起非议？沈氏入狱，黎妃暴毙，这都是权宜之下的计策。这是陆远的认罪书，一切罪行均已招供。本王已下令昭告天下，以儆效尤。殿下英明，殿下英明。北境之战，诸位征兵筹粮，都有功，本王定论功行赏。陆远兵围之时，诸位临危不惧，压力之下维护大宋正统，本王很是感动。诸位皆为大宋清流，以后大宋的朝堂，还需诸位鼎力相助啊！为朝堂效力，万死不辞。参见殿下。王妃，殿下，
黎妃的手伤好些了吗？用了你的玉肤膏，好多了。黎妃已经告诉我，她去看过你了。对啊，我觉得黎妃果敢英勇，我真是自愧不如。王妃自谦了。这黎妃自小出身江湖，看惯了这些打打杀杀。若论端庄得体，远不及王妃。殿下不就是喜欢她的跳脱和无拘无束吗？其实你很好。好，并不代表会喜欢，对吗？云芝明白。王妃虽为女子，但识大体，明大义。我心中对王妃也是敬重有加。能赢得殿下的敬重，是云芝之福。放下放下，别乱动。这能吃吗？怎么不能吃？这个是黎妃亲自做的，你说能不能吃？能不能吃？殿下都会吃。就是。哎，这也是黎妃做的？这是我做的。哼，想吃啊？嗯。想得美，没你的份儿。哦。你听他嘴硬，小心都给你留着呢，在膳房呢，快去吃吧。谢谢红丹姐。你回来！谁说我给你留了？我才没给你留。红丹都说了，哎，你别不好意思啊。你看这满桌都是吃的，你看，哎，这个，这么多，就什么不好意思？你干什么呢？我不吃岂不是浪费了这么好的千层糕啊？还有你的心意。谁的心意？谁的心意？啊，我什么心意？哎，你干嘛？看你还说，松开，快！看你还敢不敢说了？你干嘛你？让你说！哎，别打疼。我先去把汤热一下，你们照顾好殿下。行了。殿下来了，快！殿下。啊！徐护卫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碍事。哎，我带你去换一下衣服吧。走吧。黎妃呢？殿下。黎妃在厨房给您做饭呢。做饭。嗯。来，快端过来！哎，四哥，哎，你来啦！来，快尝尝我的手艺，赶紧坐下。我呢，要做一个侧王妃该做的事情，洗衣做饭。哎，你做饭辛苦了，你先吃。我不辛苦，你赶紧尝尝，保证比码头那一次好吃多了。那当然。来，啊！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好吃？好吃。好吃的话，那你就多吃一点。来，一起吃，我们两个也吃不完。是啊，在码头的时候我就说过，等我回来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吃一顿饭。快坐下来一起吃吧。哎，殿下，我还有点重要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不是刚忙完吗？哎，小新，你不是也有点事儿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？神神叨叨的。我去问问。哎，不好吃吗？没有啊，好好吃啊。怎么这么咸啊？还好。还是有进步的，比码头时好吃多了。什么有进步啊？这还叫有进步？一点进步都没有。码头那会儿，那菜全是生的，现在至少半熟了。码头缺盐，
现在这味道，多充沛。你又取笑我？我是认真的，我喜欢吃半生的，我就喜欢吃咸的，喜欢吃油大的。既然你那么爱吃，那你就把它全都吃了。来，行，我黎妃做的菜，我不吃谁吃啊？来，先干一杯吧。先吃菜。我先干为敬。你总说酒量不如你，今天怎么样？没有我喝的多吧？你没有我喝的多。那我菜吃的比你多啊？我知道不好吃。争希望什么呢？跟做贼似的。我不说了，我就喜欢吃半熟的。可不跟做贼似的。堂堂彭城王，大半夜的喝酒发疯，成何体统？什么成何体统？这不在自己府里吗？有没有上别的地方去闹？没规矩，真是什么样的小姐教出什么样的丫头。哎，说谁呢？哎，黎妃，就是他刚才说你。你没有啊，我哪说黎妃了？我哪句话说黎妃了？就是你刚才说的，就是你说的，就是你。好了，不要再欺负三宝了，他哪敢说你？你是侠女，连我都不敢说你。你当然不敢说我了。论功夫，你不如我；论酒量，你还是不如我。我若是个男儿身，定会像我爹和大哥那样，驰骋疆场，英勇杀敌。这位姑娘，你可千万不要是一个男儿啊！我大宋精兵悍将万千，可不缺你这一个。况且，刚刚才说好，你要乖乖的当我的黎妃，你可还有件大事没完成呢。什么？赶紧给我生儿育女啊！你胡说什么呀？怎么，害羞了？谁害羞了？我……哎，那是什么花呀？开得那么盛。芍药啊。哦。诗有云：“为士与女，依其相虐。”赠之以芍药。可是，我更喜欢你为我种的梨花。只要你喜欢，我让满园子都开满梨花。还要一起酿比心酒。好，都听你的。靠边点，你挡着我了，让开，看不见了。哎，让开！你占我便宜！我哪占你便宜了？你还说没有？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小点声，小点声！给我回来！我没有。你说没有？快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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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好啊！跑啊！怎么跑啊？跑啊你！我真的没钱，大哥！啊！跑啊你！大哥，我真的没钱！欠钱还钱，天经地义。
跑这么快有什么用啊？我真的没钱，这东西肯定值钱。大哥，拿来！不可以大哥，这钱你可以拿走，这钱可不值钱的，大哥。婉儿姑娘，轩儿，怎么了？母亲，我去就回，你留下。去，殿下小心，小心点啊！哎呦！没钱，那你来赔好不好啊？滚！快走，起来！你没事吧？这个是我送你的那本琴谱。母亲，这是婉儿姑娘。见过夫人。你们认识啊？我们应该算是以前会友的知音吧。之前断了联系，没想到今日在此遇见。婉儿姑娘，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婉儿一直与家兄相依为命，日子虽不大富大贵，却也衣食无忧。但是我没想到，兄长这次去蜀地贩货，遭奸人陷害，兄长身亡，还欠下了一大笔债。婉儿想去投靠远亲，可是没有了兄长的庇佑，婉儿投靠无门，他们将我拒之门外。也是个苦命的姑娘，别难过了。姑娘要是没有什么去处的话，那就跟着我吧。正好姑娘会抚琴，平日里也能给太妃解解闷儿。太妃，哎，不必多礼。我已经不是太妃了，春芳，你以后言辞要注意一些。是。不知婉儿姑娘意下如何？在皇陵的日子肯定不比在健康热闹。不知婉儿姑娘可愿意留下来？婉儿愿意，谢夫人收留。那我们走吧。你们怎么都不干活啊？还不赶紧收拾一下！我们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没说什么。春芳，算了。给我把窗户打开。不是已经都被贬为庶人了吗？跟我们一样。说什么呢？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错了吗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我哪儿说错了？给我拖出去！来人！是。殿下，奴婢是错了。殿下，奴婢是错了。奴婢，殿下饶命啊！殿下。母亲，轩儿，没事的啊。像这样的拜高踩低之人，本王见一个，罚一个。还不赶紧的收拾！是。你看，这收拾收拾，不挺好的吗？是。没事的。我以前跟高祖出征的时候，
住的地方还不如这儿呢。母亲，您就好好歇歇，我现在就找人来修缮。季叔，在，去找最好的工匠来修缮。还有，弄些花花草草来，特别是牡丹，母亲最爱侍弄牡丹。好，属下明白，殿下放心。轩儿，累了吧？不累。夫人，我们上车吧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呀？我们要去王府找离哥啊！你这刚从西域回来，离哥啊，可想你了。离哥是谁呀？我又不认识他。哎呀，我要去找我的嘉儿，找我的嘉儿，去找嘉儿，我要去找嘉儿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先去找离哥，再去找嘉儿，好吗？那好吧。我们先上车啊，走。找嘉儿，难道他已经不认识离哥了？王妃，中书令来了。你先下去吧。中书令护卫重臣，解救曹参军立了大功，彭城王下令赏赐。你不是应该在府中接受赏赐吗？来我这儿干什么？你还在生我的气？我不是向你解释过了吗？当日贾谊与太妃与陆远联合，实为权宜之计。如果让陆远知道我早已猜透他的心思，你我哪儿还有命在这儿讲话？你可不要在彭城王面前乱说些什么。好了，今日前来不是为了跟你谈论这个。彭城王征战而归，近日可否过来看我妹妹？王府内事，我自会打理，中书令不必费心。怎么会是内事？沈离歌费尽心思筹谋，只为得到彭城王的心。你可知道他安的什么心？你作为王府正妃，一副事不关己之态，你可否为谢氏一族的前程思量过？中书令可谓是小人之心了。战场刀剑无眼，黎妃随彭城王出生入死，功不可没。他们两个是情真意切，若有朝一日能诞下长子，不失一桩美事。我会真心为他们祝福。王妃，王府内事我自有主张，中书令不必多言。这太妃对彭城王有养育之恩，彭城王都不念旧情，责令其迁至皇陵，你就不担心有朝一日不被殿下眷顾，落得同样下场？你真的要置母族于不顾吗？太妃迁往皇陵，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寒了殿下的心，自食其果。中书令，我谢氏4世3公效忠大宋，兄长应比我更懂为臣之道。奸佞陆远身死名灭，兄长更应谨言慎行，引以为戒，一心一意效忠皇上和彭城王才是。你好了，今日说的够多了。兄长，
还是回去好好想想吧。送客。好。中书令，请吧。红丹，再拿个垫子过来。来了来了，快点，多垫一个，让娘坐得舒服一点。再去拿点水来。哎。啊，我来吧。是。来，温着。黎妃。啊，对了，还有我娘爱吃的莲子羹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一会儿就端来。好。红丹，你说我这么布置，我娘会不会喜欢呀？她看见这个样子，应该会觉得我过得很好，很幸福。黎妃亲手准备的，沈夫人一定会喜欢。小姐，夫人来了。娘，娘，您来。见过黎妃。你不是黎妃吗？为什么叫我娘啊？紫金，我们为什么来这里？我要去找我的嘉儿。娘，夫人，我一见到夫人，便觉得特别的亲近，就想到了自己的娘亲。既然来了，要不先坐坐吧？对，夫人，我们要不先坐下？啊，来，这边。看这个屋子，大方又不失质朴，想必黎妃是一个爽快的人。这一点啊，跟我们沈家很像。我们沈家呢，是嫁门之后行事做派讲究一个爽字。是啊，凡事随心就好，居住嘛，自己住着舒服就行，何必那么繁琐呢？嗯。沈夫人，这是我为您亲手熬制的莲子羹，您尝尝味道如何？来，我喂您喝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好。这莲子羹的味道好生熟悉。我娘以前跟我说过，这做莲子羹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去腥。她说，我们家是将门出身，过着风霜雨雪、刀口舔血的日子。这女眷们虽然都在家中，但也一定都不能忘。所以，我们府里做莲子羹的时候，绝对不能去腥，吃的就是这个苦。这个莲子羹就是按照我娘的方式亲手熬制的，夫人可喜欢？娘，娘，我给您做了莲子羹，没有去莲心哦，快来尝尝。夫人，这莲子羹挺好喝的，谢谢黎妃。那就多喝一点。嗯。
妃，告辞。慢走。紫荆，走吧。妹妹一直陪着夫人说笑，夫人都没有认出妹妹。你心里一定很难过吧？在豫州，我们被陆远残害，娘估计是怕再失去我，而选择忘记。那个时候对她来说，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。只要她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的，记不记得我，也没有那么重要了。我们再等等。等到你爹和你大哥回来，一家人团聚，夫人的病啊一定能好。紫荆姐姐，你也放心，在码头的时候，彭城王已经给你和我大哥赐婚，再加上世伯也是深明大义之人，我相信等我大哥回来，你们两个有情人定能终成眷属。我们一定等他们回来。紫荆，你还不走啊？那我先陪夫人回去。紫荆，来，快坐下。下笑无边际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，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期而遇，待天开运气再来及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与理，踏破这一刻的生死决